李疯子输的有多憋屈呢？老爷子写的剧本他基本都看过，威的当时呢也更偏向于他，全球的资源呢他也能直接或间接的调动，而他的诉求呢也很简单，就是想平平淡淡当个神而已，让所有人都像当年的小刹那那样看着他罢了。为什么处心积虑一步步翻身上位，到最后临门一脚就拉了呢？刚好在之前的视频中有2048.000244140625个人血书要求我讲一下他，那么今天我就来讲讲我最喜欢的角色格拉汉姆的二周目小上司李疯子阿尔马克。要我说高达00中最相爱相杀的两个人，那就是李疯子和刹那了。刹那仰望高达的画面作为全剧的开头，很容易让观众们联想到刹那就是因为看到了这道光才选择了加入天人组织成为高达驾驶员。然而呢，当我们看完全剧才发现，其实并不是刹那选择了高达，而是坐在高达里的李疯子耐不住刹那那小眼神，为他修改了天人的计划，甚至还违背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命运。在老爷子写的多个剧本中，最优先执行的应该是由准变革者组成的高达 F4 到地上进行武力干预，最后被迫统一的地球联合军打败，在交出太阳炉以后将技术普及，再慢慢让人类一点一点的完成变革。而李疯子正是那本该阵亡的变革者 F4 之一。然而就在一次李疯子驾驶高达进行测试时，跟刹那这浓眉大眼的小家伙看对眼了。从刹那的眼神中呢，李疯子看到了崇拜、敬仰和向往，让他有了一种超脱自我的感觉。也正是从这一刻起，他不再认为自己应当是那颗弃子，是那个应该为了人类而牺牲的准变革者。驾驶着高达，手握着老爷子计划的他，难道不应该是被人类所仰望的存在吗？于是他的第一个小目标就此定下了，成为人类的神。为了达成这个小目标，李疯子也是煞费苦心，先是说服威达让人类技师来进行第一阶段的武力介入，并把那个改变他命运的刹那也一并推荐给威达做高达技师。在他看来这就是一种恩赐，毕竟是刹那让他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那么成全这个小人物能够梦想成真，坐上高达，这是多么仁慈的行为啊！感謝してほしいな。君がその力を手に入れたのは僕のおかげなんだよ。可以说走出这一步的李疯子呢，就已经把自己带入到神的身份中了。随后呢，他以一张稚嫩且人畜无害的脸庞接近了冤大头监察者科纳。由于监察者本身呢就是用来防止威大 AI 觉醒，做出伤害人类的事的，因此呢，他们有着可以否决威大决定的权利。值得一提的是，种种资料表明，李疯子大概率呢就是威大所创造出的第一个准变革者，也就是说他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寿命了。而这期间呢，由于要执行各种保密任务，因此李疯子一直没有和人类怎么接触。作为准变革者的他，在对人性的了解和初期的提子是相似的，可以说是白纸一张。但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提子遇到的是洛叔和黄小姐他们，所以渐渐的变得拟人。而李疯子呢，则是接触到了利欲熏天的科纳，这也为他后来越来越拟态埋下了伏笔。そんな気なんかないくせに大人は嫌いだね。此时的李疯子则是顶着柯南的这层皮，如同试验一般，对计划做出各种干涉，直到科纳疯狂的拿着他那黄金小手枪点爆老爷子棺材板，李疯子才彻底摸清了威大的底线，并且意识到想要完全掌控威大那是痴人说梦。于是呢，他就果断抛弃了可能会连累到他的科纳，迅速结束计划的第一阶段的同时，他也提交了一份比起原计划更容易让威大愉悦的提案，那就是以暴力的手段快速统一人类意志。在原本的计划中呢，当人类获得太阳炉技术以后，要至少用几十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来慢慢解决利益分配以及种族冲突等问题。然而李疯子提议却让这个阶段在短短几年内就能完成，这个速度差距在威达眼中那是决定性的，因为就算是威达也不知道将要到来的对话具体什么时候，当然能越早做准备越好。这里可能有人好奇了，剧中不是一直都有在提将要到来的对话什么的吗？难道不就是指的剧场版中的 ELS 吗？然而呢，事实并非如此。在原计划中，人类是可以进行星际旅行之后才会在旅途中遇到需要对话的场景，并不是要人类守株待兔的等着外星文明前来交流。 ELS 突然出现呢，完全是计划之外，因为威达也没有想到会有刹那这么纯种的高达白痴，不是这么纯粹的纯粹种在短时间内会出现，并发出大量的脑量子波，把外星文明给招过来了。所以单从这个角度来说李疯子加速计划的行为和刹那招来 ELS 的行为算得上是相辅相成，俩人一起把时间快进了好几倍。接着说李疯子到了第二季的时间点，他已经基本完成了人类社会的初步统一，并且一直留着苟延残喘的天人组织，以增加安洛斯存在的必要性，从而进一步推进统一的速度。此时大权在握了他已经算是彻彻底底咸鱼
于翻身，从一个生来就注定是弃子的身份，转化成了计划的忠实执行者，甚至是拥有者了，并且他也会毫不避讳的在同胞之间强调自己的地位。言っただろ。僕は君たちの上位種にあたる。創造主とも言える。在人类面前展示自己的优越性，但是自以为掌握微的全部资料的他，当看到 00R 量子化时，却再也坐不住了。可能有人好奇，为什么之前无论天人怎么跳脸，李疯子都能面带微笑的从容面对，而一看到 00R 量子化时呢，就连最起码的优雅都装不起来了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老爷子会把人类迈向星际旅行的关键钥匙全封存在了那些太阳炉中，甚至微代中都查不到任何资料。因为星际旅行的第一步就是要解决该如何出行。宇宙那么大，想靠什么燃料、什么简单的弹弓效应是很难进行长距离太空旅行的。而量子化后进行的跃迁，则是老爷子给出的答案。这个答案或许李疯子也知道，只不过他以为这个东西还没有理论依据，需要他这样的杰出青年一点点研究才能解决的。然而事实是，老爷子不但早就有了理论基础，甚至连微的都没有将这个信息分享给李疯子这个被选中的人。这里我们也不讨论微达到底是压根儿就没有存这些资料，还是说微达对李疯子留了一手，把资料封得更深了。但从表象上来看啊，微达确实是在一面利用了李疯子统一人类，一面利用了天人加速科研进度。而意识到这一点的李疯子也彻底认识到自己原来从来没有掌控过计划，他仍然没能逃脱当棋子的命。这也是为什么在他面见刹那时会饱含粗意地说出选你的人是我，让你开高达的人也是我，现在把高达还给我吧。他说的确实是实话，只不过由于他长期处于不拟人的状态，所以呢，别提打动刹那统一战线了。要不是佣兵在，刹那直接就送李疯子吃枪子了。说起来，李疯子这个说话直来直去的方式，从不把想法藏着掖着，倒也挺贴合人类互相理解的大前提。毕竟他是常年有着跟同类脑波交流的经历，有点三体人的感觉，不再需要对彼此互相隐瞒。虽然有他自居为神的高傲在其中，却也不得不说，这确实是李疯子值得自豪的地方。只不过随后刹那这一纯粹种的觉醒，就连一直自称变革者的小 F4都发现，他们那引以为傲的变革者身份，似乎也不再可以俯视苍生了。这也进一步威胁到了李疯子掌握计划的合理性。气急败坏的李疯子则想了一个昏招，既然说得失败，那不如直接去偷。只可惜黄小姐技高一筹，最后一点获得量子化资料的机会都没了。但李疯子呢，也不是等闲之辈，靠一己之力研发出了同样拥有双炉系统的再生高达，并决定一举消灭天人，顺便消灭阿洛斯这个招贤化的东西。如此一来呢，他就可以坐享太平盛世，还不带一点黑料。由于掌握着巨大的优势，决战时的李疯子就如同上了牌桌的赌徒，而微的呢就是发牌员，跟李疯子一顿挤眉弄眼，表示放心吧，这把我挺你。李疯子微微一笑，直接把10个亿往桌子上一摆，天人一下就慌了。李哥别这样，咱们就赌个几百万就行。李疯子说，我就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赌神，然后一把梭哈造了一堆昭和的玩意儿，把家本全给赔光了。惊慌失措的他一回头，发现微达此时已经是体子的形状了。自己想翻盘的只剩下唯一也是最冒险的一步，那就是直面纯粹种刹那，与他一决雌雄。其实呢，就算是如此冒险的一步，李疯子也是有着相当的胜算的。此时的再生高达其实性能是在 00R 之上，而长达数十年的高达测试技师经验，也让他在实战中呢表现得宛如战神一般。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性能强大的再生高达不仅只是跟量子化后的 00R 打了一个5-5开，最后仿佛被命运安排好的拼刺刀，李疯子也是输得彻彻底底，结束了他那想要翻身却做了一辈子棋子的一生。それが君の求める世界か、いおりや。